周一的中午12點半，大肚山上的天空依舊陰沉得厲害，大片大片的烏雲壓在老舊的綜合教學大樓上方，那是午後雷陣雨即將來臨的前兆，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來。闕恆遠抱着自己的筆電和幾本厚重的參考書，快步走在教學大樓3楼的走廊上。他的白色襯衫依舊扣得一絲不苟，額頭上因為走動而滲出幾顆細小的汗珠。他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距離下午1點的台灣近代社會與文化通識課還有半個小時。這堂課是學校出了名的熱門大課，隨機分組的名單在選課系統確認後就發放了下來。原本他以為只是普通的校園日常，但在經歷了之前咖啡廳的風波後，他一想到等一下要面對的課堂分組，心跳就不由自主的有些加快。推開大階梯教室的後門，裡面的冷氣迎面吹來，稍微緩解了身上的燥熱。此時教室裡已經坐了將近一半的人，3、5成群的女學生正聚在一起高聲談笑。這些女大學生們的穿着打扮往往都是大膽且具備侵略性。闕恆遠低着頭，試圖穿過走道，尋找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座位。然而頂着那張帥氣臉蛋的他，一踏入教室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全場注目的焦點。看，那是財務金融系的那個闕恆遠吧？我操，本人比照片上還要精緻耶！你看看他那個扣子，扣得那麼死，真想幫他解開機課。別做夢了，聽說他性格冷得很，好多學子去跟他要 Line 都被拒絕了。周圍落座的幾位女同學正聚在一起，一邊翻着課本，一邊發出低沉的笑聲，目光肆無忌惮地在闕恆遠的身上游移。闕恆遠加快了腳步，最後在倒數第3排靠窗的一個角落位置坐了下來。他將書本整齊地擺放在桌面上，打開電腦，試圖將注意力集中在熒幕上。然而命運顯然沒有打算讓他如願。這裡有人坐嗎？一個冷冰冰、沒有絲毫溫度，卻精緻的如同大提琴低鳴的女聲在身側響起。闕恆遠抬起頭，站在走道旁的是與他同為財務金融系大2，同時也是同班同學的伊寧雪。在財經系裡，伊寧雪是出了名的冰山霸道，她頂着那張讓人美麗窒息的臉孔，平時在技上也總是獨來獨往。家世顯赫的她，身上散發着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傲然氣場。一頭如瀑布般的黑色直髮垂在肩頭，眼神冷冽如冰。雖然與闕恆遠同班了1年，但兩人以往的交集屈指可數。沒有，請便。闕恆遠禮貌地往旁邊挪了挪。伊寧雪拉開椅子，直截了當地坐在了闕恆遠的左手邊。他將名牌包包隨意地放在桌上，接着轉過頭，用那雙沒有溫度的眼眸緊緊地盯着闕恆遠。伊寧雪的眼神不帶有尋常女性的輕浮，卻多了一種強烈到讓人感到壓迫的專注與領域占有欲。闕恆遠，伊寧雪冷冷地開口，全名從她的薄唇中吐出，帶着一種命令式的語氣。怎麼了，伊寧雪同學？闕恆遠轉過頭看着他。這學期的通識課報告，我們是同一組。伊寧雪一邊說着，一邊打開自己的平板電腦，將分組名單展示給他看。我一直不希望我的組員裡有任何拖後腿的人。我也知道你平時在系上的成績都很好，所以這份報告的核心架構將由我和你共同主導。他的話語霸道的不容置決，雖然表面上是在談論學業，但那雙冰冷的眼睛卻在闕恆遠精緻的面容上停留了許久，眼底深處隱藏住一絲壓抑了許久的強烈獨佔欲。身為同班同學，他默默注視了這個男孩子整整1年了，而這次的分組對他而言是最好的捕獵機會。還沒等闕恆遠回應，教室的前門突然傳來一陣小小的騷動。學長，一聲甜美清脆宛如黃鶯出谷般的嬌呼從講台方向傳來，一個抱着粉紅色原文書的嬌小身影正快步朝着這個方向走來。那是今年剛入學的大一外文系學妹千木雨。作為今年剛入學就引起全校轟動的新科校花，千木雨頂住一張極其精緻且無辜的初戀臉，她走路時帶出一種青春活力的輕盈感，嘴唇微微抿住，看起來像是一個毫無防備的純情學妹。然而越是看起来无害的女性，往往越擅長編織最溫柔、最讓人無法逃脫的陷阱。千木雨快步走到闕恆遠的右手邊，不等他反應，便一屁股坐在了空位上，
他將原文書抱在胸前，整個人微微往闕恆遠的方向靠了靠，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裡滿是崇拜與驚喜的光芒。學長，真的好巧哦！我早上看到分組名單的時候還不敢相信，沒想到我竟然跟大二的闕恆遠學長分到同一組了。千木羽的聲音甜得發膩，他一邊說着，一邊拉了拉闕恆遠的衣袖，那種看似不經意的小動作，卻帶着極強的親近感，瞬間將兩人之間的物理距離拉近到只剩幾公分。學長，我是大一的新生，很多台灣近代史的文獻我都看不懂，到時候報告分配，學長一定要多多照顧我哦。他微微揚起精致的臉龐，長睫毛眨啊眨的，眼神裡閃過一絲捕獵者的精明與挑逗。坐在左邊的伊寧雪看到千木羽的動作，臉色瞬間陰沉了下來。他伸出手，修長的手指用力地敲了敲桌面，發出清脆的聲響。我說這位外文系的學妹，如果你連基本的文獻都看不懂，我建議你現在立刻去辦理退選。伊寧雪的聲音冷得像要掉出冰渣，那雙銳利的眼睛直勾勾地射向千木羽。這堂課的報告佔了學期成績的 50%， 我們財經系可不養閒人，更不需要有人在這裡借着報告的名義尋求特別照顧。千木羽被伊寧雪這番毫不留情的話呲了一下，卻沒有退縮，他微微收起臉上的笑容，抱着書的手緊了緊，轉過頭迎向伊寧雪的目光。兩位校花級的就這樣的在角落的座位上展開了無聲的對峙，一個是冰山霸道的冷酷財經同學，一個是溫柔陷阱的初戀外文學妹。這位學子，分組是教授隨機抽籤決定的，可不是你說了算。千木羽的語氣雖然依舊甜美，但話裡卻帶上了綿裡針。我相信闕恆遠學長一定是一位溫柔又體貼的紳士，絕對不會像某些人一樣，動不動就叫人退選吧。說完，他又轉過頭，用一種近乎撒嬌的無辜眼神看着闕恆遠。夾在中間的闕恆遠只覺得自己此時坐在了一座隨時會爆炸的火山中央，不論是伊寧雪那種彷彿要將他禁锢在身邊的冰冷視線，還是千木羽那重試圖用溫柔將他融化的甜美攻勢，都讓他感到巨大的壓力。他身為一個注重名譽與矜持的男性，在這種公眾場合被兩位頂級女性如此拉扯，只會讓周圍那些不懷好意的目光更加熾熱。兩位同學，報告的事情，等一下聽完教授的說明後，我們再按照各自的專長進行分配。闕恆遠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靜，雙手交疊放在大腿上，試圖展現出最端莊的姿態。然而，他的話還沒說完，教室後門被推開的聲音再次響起。哎呀，看來我好像錯過了一些精彩的畫面呢。一個帶着藝術家叛逆與玩味的熟悉女聲從階梯教室的走到上方傳來。岳映蘭背着一個單肩畫帶，大喇喇地走下階梯。她看着角落裡被伊寧雪和千木羽一左一右夾在中間的闕恆遠，鳳眼微微眯起，嘴角掛着一抹唯恐天下不亂的笑意。他直接走到闕恆遠那一排的後方，雙手搭在前面的椅背上，整個人往前傾，幾乎要貼到闕恆遠的後背上。恆遠，沒想到在學校裡，你身邊的狂蜂浪蝶也挺多的嗎？岳映蘭在狂蜂浪蝶這4個字上刻意加重了語氣，那雙精致的眼睛冷冷地掃過伊寧雪和千木羽。不過兩位，這位財務金融系的乖男孩，你們在這裡逼得他連頭都不敢抬，是不是有點太不客氣了？身為同校一起打工的別科系同學，岳映蘭的登場無疑打破了原本雙詞對峙的局面。他那重直白且帶有侵略性的態度，讓教室裡的氣氛瞬間緊繃到了極點。岳映蘭，這裡是學術課堂，可不是你打工的地方，請注意你的言辭。伊寧雪冷冷地抬頭，吐出的話語沒有一絲溫度。學子，打工是打工，學校是學校，可不能混為一談哦。千木羽也微微眯起眼睛，原本無辜的臉上閃過一絲戒備。就在3位校花級的女性在角落裡圍住闕恆遠，氣氛緊張的一觸即發時，階梯教室的前門伴隨着一陣沉穩的高跟鞋聲音登場。大3企管系的岳清河學子手裡拿着一份學生會的開會資料，踩着優雅的步伐走進了教室。身為大3的學子，他身上的成熟氣場與上位者的威嚴在這一瞬間展露無遺。他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在後面喧鬧，而是直接走到了最後一排，站在了4人的面前。
岳清河居高臨下的看着坐在位置上的3位學妹，以及坐在中間拼命保持矜持的阙恒远。他優雅地将手中的資料在桌面上輕輕一敲，清脆的響聲頓時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各位學妹，教授已經走進大楼了，聚在這裡吵鬧，似乎不是身為一個大學生該有的儀態。岳清河的聲音不高，但那種不容置疑的掌控欲卻讓原本喧鬧的角落瞬間安靜了下來。他看着阙恒遠，眼神底閃過一絲溫柔，隨即轉為成熟女性的游刃有餘。更何況，身為這個小組裡年紀最高的學子，我認為這份報告的分配與節奏應該由我來主持。學弟，你說對嗎？成熟幹練的企管學子岳清河，冰山霸道的財經同學伊寧雪，溫柔陷阱的外文學妹千木雨，直白叛逆的視傳同事岳映蘭。此時此刻，在這間彌漫住悶熱與冷氣交織的階梯教室角落裡，他們的視線同時交匯在中間那個一絲不苟、精致純潔的少年身上。一場表面上為了學術報告，私底下卻是要將這個純白少年徹底吞噬的烈男戰爭，在窗外一聲沉悶的雷鳴聲中正式宣告開始。而阙恒遠只能緊緊地抓着自己的筆記本電腦，試圖在這群頂級掠食者的圍攻下守住自己最後的透明防線。